腰椎滑脱其实在复健科很常见，几乎每个治疗师手上都有好几个腰椎滑脱的病人。但我这样说可不是要让你觉得腰椎滑脱很正常，相反的，我是希望你平时就要提高警觉。这部影片想让你知道，腰椎滑脱的病人在走进复健科之后，该怎么样用运动来恢复功能，以及平时能有什么保养的方法，及早避免腰椎滑脱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消息，那就是我最近要和知识卫星合开一门线上课程，来告诉你可以怎么样透过运动、拉筋和放松来矫正不良的体态，打造更健康的生活。最近课程正在搜集问卷，可以帮我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帮我做出更符合你需求的课程。填完问卷之后，还能在开课的时候收到课程折价券，那赶快来填写吧。我们的脊椎是由很多小块的脊椎骨整整齐齐的叠起来，在脊椎最下面的5节就是腰椎。腰椎滑脱指的就是这里有骨头跑掉了，而在这5节中，滑脱比例最高的就是最底下的这一节。我虽然说腰椎滑脱很常见，但可别以为这是小问题。腰椎滑脱是一个不可逆的结构改变，也就是说，你一旦被确诊为腰椎滑脱，这辈子就得学着怎么样跟这个疾病共处了。想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腰椎滑脱，只要看一下这2张对比图就很清楚了。左边这张是健康的腰椎，右边这张是滑脱的腰椎。你可以看到，健康的腰椎本来就有一点点的弧度，如果从后面给腰椎太多往前的剪力，椎体就会被推出去。你看这块骨头被推出去之后，是不是就是右边这张的样子了？当椎体开始往前移动的时候，旁边的神经会先感觉到，这时候应该就会开始腰痛。运气好的话，移动一点点就会开始痛，那你才会因为腰痛而马上注意到有腰椎滑脱这个问题。运气差的话，可能就得等位移很多了之后，才会突然开始痛。你要知道，位移很多之后才开始痛的腰椎滑脱，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突然发现。说回来，腰椎滑脱这件事，不管你发现的时候是什么等级，建议都要马上去医院检查。因为放任腰椎滑脱发展下去，最坏的状况有可能会因为压迫到脊髓神经，让你半身不遂。看完对比图之后，是不是就能知道产生这个往前方向的剪力，就是造成腰椎滑脱的主要原因？那什么动作会容易产生这个方向的剪力嘞？比如往后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危险因子。我们都知道，肌肉有分大小条，往后仰的时候，大条的竖脊肌会从后面出力拉着腰椎。这个力量就会把中间的骨头往前推出去。正常来说，我们每一节的椎骨中间都有像是多裂肌这种类型的核心小肌肉群，跟大肌肉之间的力量互相取得平衡，来稳固住椎体。如果这些小肌肉不出力，大肌肉的力量在这个动作中取得优势，那就会把腰椎往前推了。从这个因果关系，我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腰椎靠大肌肉来做动作，小肌肉来稳定。如果小肌肉不作用，腰椎就会不稳定。腰椎不稳定，再加上经常做往后仰的动作，就容易造成滑脱。所以，如何保持腰椎稳定，就是我们要面对腰椎滑脱这个症状的首要任务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特别想帮你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就是脊椎受伤的计算公式：负重乘以速度等于压力，压力大于腰椎能承受的极限，就会受伤。要怎么看这个公式呢？假设你腰椎能承受的极限是100，那你负重5，做速度5的动作，腰椎受到压力就是5乘以5等于25，25是小于100的，所以这个动作就不会让你受伤。假如你负重20，做速度5的动作，高负重低速度的运动，比如在搬东西、从蹲到站的动作，也有可能是负重5，速度20，比如打棒球的挥棒。这些动作的压力如果刚好等于100，就正好在腰椎受伤的极限边缘试探。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知道，要避免腰椎受伤的方法，要么就是降低左边的负重或速度，不要冒险挑战你的腰椎极限，也可以透过锻炼提高腰椎压力的负荷上限，这样就能在不受伤的前提下做出更多动作。注意这个重量和速度的公式不超过极限，强化稳定度就可以避免很多和腰椎有关的运动伤害。那提高稳定度的方法会很难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腰椎周围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肌肉，但这些肌肉常常因为久坐的关系，经常陷入沉睡。
只要叫醒这些肌肉，让它们发挥原本就该有的稳定性，拉住往前的腰椎，抵消剪力，就可以让腰椎滑脱不再恶化。所以接下来我要提供给你的，就是可以帮你提高腰椎稳定性的矫正运动。开始运动之前，我们得先放松脊椎两边太紧的肌肉。先放一颗球在脊椎旁边，找到最大那条肌肉后上下滚动。发现酸痛点后，停留左右移动按压，最上面按到肩胛骨下角，最下面按到肩椎。满分10分的疼痛，只要按压到5到6分就好。这边我们要重点按3条肌肉，分别是最靠近脊椎的脊肌、中间的椎堂肌，还有最外面的髂胪肌。如果是腰椎滑脱的人，这3条都会特别紧，可以多用按摩球把这几条肌肉放松掉哦。此从事腹内压训练，一开始平躺，大小腿弯曲放在椅子上，手往上延伸，肩膀贴紧地板，骨盆前倾后倾，找到中立位。膝盖稍微打开，外转，小腿要略高于膝盖，并对齐肩膀。吐气，肋骨往骨盆下沉，不要翻起，让肋骨对齐骨盆。吸气，将肚子360度撑开，创造腹内压，稳定腰椎，做3次呼吸。接着集中注意力，把呼吸吸到后侧的腰椎上。吸气，将后侧的腹部撑开；吐气，将后侧的腹部撑开。吸吐之间都练习将腹内压打到后侧的腰椎上。接着维持肚子鼓张的力量，将脚慢慢抬离椅子。抬离椅子的时候，骨盆不要翻起，腰椎也不能拱起，要一直维持腹内压的稳定。脊椎稳定之后，就可以把脚轮流往下放。往下放的过程中，注意力集中在腰椎，不要拱起。前侧腹部张力提升，躺着，屁股抬高，腰椎一节一节放下来，将腰椎复位。把手掌插在腰的后面，让下背紧紧压住自己的手，确保腰椎不会前拱。一脚伸直，一脚弯曲。接着下巴微微缩紧，腹部出力，把胸口抬高一点点，让背部离开地面就好。停留10秒。回去，反复10次。这动作脖子不要抬得太高，不然会给颈椎造成太大的压力。背部只要抬高到肩胛骨下就好了。下半身只弯曲一只脚，可以训练核心在旋转面的稳定，是一个安全的核心运动哦。10次之后换边，再做10次。侧棒式，一开始侧躺，手肘放在肩关节下方90度的位置，把身体撑起来，脚弯起来60度，膝盖顶地板。把屁股推起来，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不要驼背，脊椎呈现一直线，屁股不要下坠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臀中肌和核心稳定。我们两边的核心力量正常来说不会对等，所以你会感觉到其中一边会比较明显没力。没力的这边可以多练一组，让两边力量平衡。注意腰椎和臀部呈现一直线，不要下坠，不要耸肩。鸟狗稳定，4足跪姿，膝盖在髋关节的正下方，手腕在手肘的正下方，脚踝放轻松。先拱背，然后翘屁股，再回到中间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骨盆的中立位。核心收紧，把右脚往后延伸，离地板大概2个拳头的高度，停留10秒。慢慢大腿弯曲回来到接近肚脐。接着再慢慢往后延伸，再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两边都要做3组。熟悉之后可以增加难度，多一个把手抬高的动作。不同手不同脚，在抬高的时候身体会歪掉，我们就是要用肚子的力量把身体稳住，抵抗它，不要偏移。伸出去那只手握拳可以增加背部的张力。
张到最开的时候，腰不要掉下来，用肚子的力量把身体稳定住，不要歪。停留10秒，然后手跟大腿一起缩回来到肚脐上，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弯腰。hold 住你的腰，这个动作可以让你全身的核心都很有感的被练到哦。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弓箭步训练，一脚前，一脚后，后脚垫脚尖，上半身稍微前倾，调整两侧骨盆平行，将重量放在2只脚之间，蹲下去，后脚膝盖轻微着地后就慢慢站起来。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骨盆2侧平行，不要一边高一边低。下去的时候，身体可以稍稍前倾，可以比较好诱发臀部肌群。10次之后换边。蹲下去的时候，全程脊椎不要弯曲，保持缩下巴往头顶的方向延伸，不是抬头。反复10次，两边各做3组。这一次，我们透过腰椎滑脱这个疾病，再一次的认识到腰椎稳定有多重要。而这几个运动目的都是想透过提升腹内压，帮你维持腰椎稳定。我们经常都会太过于专注活动度，而忽略了稳定度。而活动度和稳定度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，活动度太高等于稳定度低，稳定度高等于活动度低，所以我们才需要透过刻意的训练调整，把活动度和稳定度维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上。其实不只是身体，心理也是一样啊。如果长期处在失衡的状态，不管是工作、学习、人际关系或者是健康，都会受到不可逆的伤害。医学的发展一直都是从粗略到精准，运动治疗也一样。我们对健康的探索注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希望你不要因为觉得这些运动很麻烦而轻易放弃。即使像腰椎滑脱这种常见的问题，我们也绝不该放任它恶化。希望我的影片能对你有长远的影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。